嗨，这里是 Dimi Studio。那我们最近接到了一把非常高贵的口琴维修。那这把琴是来自陈冠斌老师的12孔纯银半音阶 Pole。那在维修之前，我也征求了冠斌老师的同意，那把这一把琴记录的过程，把它分享给琴友们。因为这一把 Pole 它是一把高单价的手工琴种，所以即使我身边有非常非常多吹口琴的朋友，但是拥有 Pole 的，我想应该也不超过10个，所以我们就顺手把这个维修的过程把它记录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么高贵的手工琴种它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盒装，它是用这个木盒装着口琴。那在开关的地方有刻 Pole 的字样，以及冠斌老师的名字，他的英文姓名。好，那我们把开关打开，盒子打开要非常小心哦。哇哦 ，Pole， 好，要非常非常高贵的琴种。好，我们观察一下它的外观。好 ，Pole 这把琴它的上下盖板蛮竖的，那它在西哆跟哆瑞之间，它有做了一个标点，它上下盖板都有做标点。那我个人其实很喜欢这样的标点，因为它比起数字在舞台上演奏家可以很清楚、很明确的看到这个标点的位置。因为数字通常会看起来比较花，而且它会让盖板看起来比较乱一点。好，来给大家看一下上下盖板。好，上下盖板的部分。好，那在琴身的尾端它有印上 Pole 的字样。好，给大家看一下 Pole 的字样。那按键头的话，它采用的是这种有颗粒的按键头。那对于会流手汗的琴友来说，这种按键头是比较好的，因为它会有止滑的效果。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平的跟这种有纹路的体感上是差不多的。比起体感上这个按键头的改变，我更在意的是这个按键到底按起来顺不顺。那我现在感觉到它这个按键有一种卡卡的感觉，然后再来是它的弹簧的回弹的手感跟按下去的手感，我觉得蛮奇妙的，就是它感觉不是很线性，然后按起来也有点偏硬，不过声音是蛮小的。好，那其他的部分我想比较特别的大概就是盖板上它有做横条的纹路，跟这个吹嘴有做横条的纹路。那如果我们在吹奏上口水多少会累积在这个横条纹路里面，在左右移动的时候会比较顺畅一点。不过因为我没有长期使用这把琴，所以我目前没办法告诉大家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感受。好，那介绍外观的部分先到这边。我们来讲一下冠斌老师给我的一些资料。那这把琴它是2014年10月的时候购买的。那他寄来给我主要要处理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他对于这个按键不是很满意，就是这个手感太硬了，然后它按起来也没有特别的滑顺。再来是这把琴的胶片，它这个应该是采用Hohner 的原厂的胶片，没错。那 Hohner 的原厂胶片其实有一些问题，就是它的颗粒很大，所以它在覆盖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漏气。然后再来是 Hohner 胶片，它其实蛮轻的，所以你在快速音群的交替以及大音量的演奏之下，它会容易会有覆盖不完全的问题，或者是甚至会有一些杂音，这个都是Hohner 胶片常见的问题。所以如果熟悉我的朋友大概都会知道，其实我比起 Hohner 胶片，我更喜欢使用 Suzuki 的胶片，因为我觉得它的覆盖效率更好，以及它在吹奏一些快速音群的时候，杂音会相对的少蛮多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体验一下这把琴哈，体验一下这把手工琴，它带给人什么样的感觉？好，这两个哆的音色有点不太一样。手拉西哆最高音的地方有一点点漏气。好，来测试一下，升西的黄板。哆西拉这附近有一点漏气哦。像那个刚才那个发就出现了一个胶片的声音。好，你只要稍微加大一点音量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件事情。好，来高音。好，最后的这个升哆声音听起来非常亮但在咪发嗦拉这附近声音就会明显小很多。好，就虚掉了哈。那但高音的升哆就瞬间会变得很大声。好，这个下黄板感觉是有点问题就是它有点漏气。好，那因为这把琴它也不是新的口琴已经是2014年的琴了，所以它自然在使用一段时间会出现一些问题。好，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就来拆开来来看一下它里面到底什么样的状况好，然后我们顺便比较一下我自己做的这个用 Silver Concerto 做的 Relapse 12孔的口琴感受一下手工琴跟这种我们自己做的琴的差别在哪里。哇，这个体感上有一段的落差就是你交互吹这两把琴，你会觉得 Pole 明显的比较漏气这声音听起来比较虚啊。就是你会觉得它的这个声音是比较没有穿透力的，然后会有一点张力不够大，就是声音软软的这种感觉。好，那不过因为我们不知道里面设计是怎么样我们到时候拆开来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我们吹一些句子好了。这把琴啊，它在吹到升西黄板的时候，你会在吹气以及吸气的时候，发现它会有一些气息从这个下侧的地方漏掉，就是你的嘴唇会明显感受到有气漏掉，然后吹在你的嘴唇上面的这种感觉，就是气密度不是很好。好，我们试一下。Pole 在压音的时候，我觉得也没有到很好压，就是它的簧片反应比较慢。
这把琴呢、它因为它有漏气的问题所以它在吹奏一些快速的音符的时候，你可以明显感受到你气已经吹进去了，然后它簧片还没有开始震动，就是还没开始动作，所以你的所有的音符的这个位置都会稍微有一点比我想象中的再更后面一点，就会有一点 delay。当然，如果你吹奏一些慢曲子，我觉得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吹奏音阶型的曲子的时候，你会体感上感受到这个簧片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它会有点跟不上你想要表达的速度。然后再来是因为它气一吹进去口琴里面，它就已经先漏掉了一些，所以你在用气方面其实会比较耗气，会比较浪费一些气息，所以音符在发出声音之前，它会有这种漏气的声音出现。好，那我们大概先记录到这里，那我们接下来实际维修这一把 Pole 再来告诉大家里面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刚开完的这个 Pole， 那我们现在拿上来进行内部拆装，然后记录一下它大概的构造，然后拍给各位琴友。好，那我们就先从吹嘴开始，我们先拆吹嘴。那吹嘴部分，它用的是这个一致的螺丝我们先把吹嘴拆掉。吹嘴，有了。好，吹嘴的部分它是3件式的设计，给大家看一下3件式的设计。然后它在垫片的那一层，它有做了一些镂空，就是应该是减少这个摩擦力它有做了一些镂空。好，我们先放旁边。那它在琴身的地方，它其实也是有做这边还有一层这个垫片所以它是4件式的设计。这边还有一个垫片。它一个把它4层然后包起来的这种感觉好，然后内部，这2个柱子应该是可以拿起来的。好，那我们先把琴身拆开来那个铜柱我等一下再来看一下怎么把它拿出来。它用的这个设计是跟Servo Concerto 是类似的就是它把上下2层分别锁在琴身上这是盖板的部分。下侧。那我之前的影片也有讲过，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样的设计因为我觉得这个拆装很麻烦。就是对于一个时常维修的人来说，这样其实是有点浪费时间的好，盖板拆下来，好，给大家看一下胶片的部分。它这个胶片感觉是有一些粘贴上的问题好，给大家看一下外侧的胶片。好，然后这里外侧的胶片，它在胶片的上方不知道为什么有贴了一层这个薄膜应该是这个原本的胶片覆盖不完全才需要做这件事情。那到时候我会把它全部撕掉，因为这个需要更换看起来是老旧了。好，然后盖板的内侧有一些就是正常的使用痕迹，然后里面有这个制琴师的字样，这个不知道能不能拍得到制琴师的字样。好，然后这一块是下盖板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往下拆好，哇，这个感觉很严重好，来给大家看一下内层
胶片跟簧片的部分感觉是消耗非常严重那有蛮多根胶片状况很差就是都浮起来了所以在吹的时候难怪会觉得很漏气，然后又觉得有蛮多杂音的好，来，哇，这个感觉蛮恐怖的弹簧的部分已经开始生锈了，然后琴身感觉看起来好像还可以那我们继续先把下层的把它拆掉。这个 Poly 这把琴啊，它的安装簧板它都用这种一致的螺丝那我个人不是很喜欢一致的螺丝因为在拆装的时候其实非常容易滑。那你滑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影响到胶片，然后或者是有时候戳到簧片，它都是会造成就是很麻烦你要再处理第二层的问题。所以如果我自己选择螺丝的话，我一定是优先选择用这个十字的螺丝。然后它的这个螺丝规格也跟现在的口琴的规格不太一样它感觉是再短一点然后好像有这是 M2 的应该是但是它用的是一个很大头的，就是如果你拿现在的螺丝去锁的话，可能会有一点问题，而且它的簧板是有重新开过孔位的不是原本的那个位置。好，下层哇，这个下层也是蛮恐怖的来给你看一下，哇，这个看了觉得真的是一把有年代的琴然后弹簧部分已经生锈了。好，那接下来我会预计处理几个东西第一个当然就是把胶片撕掉然后簧板我会拿去刷洗，然后我应该会除锈因为这个锈的感觉已经蛮明显的我觉得它应该会影响到气密度了然后下簧板更严重下簧板的这个锈已经是整个浮起来然后簧片上面已经也是有氧化了。好，然后吹嘴的部分我会拿去刷那因为吹嘴也是开始有氧化，而且甚至有些已经变黑了。那琴身的部分我先把弹簧拆掉，然后也是拿去刷一刷这个感觉不太乐观那唯一比较正常的大概就是盖板那盖板其实我应该也是拿去刷一下因为它里面也是有口水喷进去，然后在里面开始有一点变黑的状况。好，那我们拆解部分先记录到这边。接下来我要把这个胶片先全部移除那步骤就会跟之前的影片一样那我们就快速的来移除它。好，在拔除的过程中，其实我发现一个 Hohner 口琴都会有的通病就是它的粘贴胶片的胶水其实过一阵子就很容易掉所以我发现这个 Poly 的粘贴的胶片其实非常非常轻松就可以把它移除了那最主要还是在于这个胶水实在是牢固性不太好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拍的时候有发现这个胶片上面有在覆盖另外一层胶带其实主要还是把这个胶片固定的更牢靠一点。好，那我们就继续咯。刚刚我们已经把簧板除锈完毕了，给大家看一下成果好，然后另外一块，好像这个 Servo Concerto 的这种簧板它在外侧的地方它会刻上这个它这副簧板是多少频率的那这个是442的，所以等一下贴完胶片，我会预计把它调到442赫兹的这个标准。然后上面也有 Poly 自己有在上面刻了它的字样好，那我们就来粘贴胶片。
好，我们现在快速的粘贴完了单层的胶片哈。那这一块黄板哈，我在粘贴的时候发现，它上面其实还是有一些锈哈，是这个蛮深的哈，就是它已经咬进去黄板里面哈。那这个如果要再更深层的除锈哈，我们通常会把黄片全部移除，然后拿去打磨之后再上黄片。但是这个工实在是太复杂了。好，那胶片的部分我选择使用 Suzuki 的胶片。那 Suzuki 的胶片它的稳定性会比较好一点，在覆盖的效率也会比较好。我们在吹一些快速的音群，交吸吹吸交替的时候，会比较不会有这个杂音的出现。好，那剩下另外一块黄板，我会继续用一样的方法把它贴完。那我们先记录到这边。这一把琴一开始收到的时候，它的黄板的状况不是很好，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生锈，所以我把所有的胶片都移除，然后黄板拿去打磨，把这个浮出来生锈的地方，把它磨平，这样黄板跟琴身装上去的时候，密合度会明显比之前好很多。好，那它的盖板内侧其实也有类似的状况，所以我也把一些有氧化的地方把它处理掉。那整把琴我拿去刷洗，因为它有一些使用的痕迹或者是一些常年附着的这些口水。那再来是贴上全新的 Suzuki 的胶片。那特别要注意的是，因为这把口琴的簧片它在低音部的地方比较长，所以如果你拿一般12孔的胶片来粘贴的话，你会发现在低音区的地方其实是不太够的，所以我用的是16孔的胶片，然后不同的位置去贴不同的胶片，这样才可以完整的去维修这一把口琴。好，那音高部分这把琴原厂设定的是442，所以我就把整把琴调到了这个442赫兹的状况。然后弹簧它其实也有点生锈，然后弹簧的内侧也有生锈，所以我有打磨它，然后换上了一根新的弹簧。那按键头的部分因为冠斌老师说这个有颗粒的这种手感他其实不太喜欢，所以我在上面上了一层保丽龙胶，让这个颗粒的手感不是那么明显。当然你还是摸可以感受到它是有这种凹凸不平的，但是在按的时候你比较不会有戳到手指的这种感觉。我自己目前用起来我是蛮习惯的。好，那因为测试阶段，所以我实际上我真的有去吹奏它，所以也有一些心得在演奏上可以来跟大家聊聊。好，第一个是我其实不是很喜欢这个吹嘴以及盖板上面这个沟槽，我一直会有一种在吹奏上嘴唇有一种奇怪的感受。虽然大概可以猜得出，它这个沟槽应该是为了让一些口水可以停留在上面，就是你在长时间吹奏的状况下不会太干。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常常演出的人来说，其实我好像没有太多这种感受，反而是觉得这个沟槽在做嘴型变换的时候会很容易卡到牙齿，或者是你的嘴唇会有一种异物的这种感受。所以我个人其实不是很喜欢这个沟槽。好，然后再来是这把琴它的琴身设计，我觉得是有一点问题的，就是它在前端的地方其实它没有把它闭锁起来，所以在安装黄板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要把它往前推，就会类似像Masterclass 或者是270 Deluxe 这种琴，它前半段是没有封起来的，所以万一如果你的黄板往后装一点，就会造成这把琴漏气，只要一点点你就会觉得它漏气，所以这个其实对于大多数的琴友来说是一个问题，就是你可能不会这么容易的注意到这个漏气的问题。好，然后再来是这把琴，我觉得它在维修过后的感觉有明显让我改观，就是我一开始觉得它就是一把金属的12孔口琴，气密度也不能说好，按键也不能说顺畅，但是在维修过后，实际上我觉得它的气密度可以到很不错，是水准之上的表现。然后它的音色我也觉得
还蛮好的，就是一般我们对于这种金属12孔口琴的印象都是它的高音会比较刺耳，然后会有一种尖锐的感觉，但是我发现 Pole 在音色的处理上，我觉得蛮好的，就是它高音会有清亮的感觉，但不会到非常非常的刺耳，就是吹起来你会觉得它是舒服的，然后它的簧片的反应跟气密度是有相当大的关系，气密度一提升，簧片的反应就跟着会明显变好，所以你在做一些嘴型变化，在做一些音色的控制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把琴是很 OK 的，那因为它是全金属的琴，所以它实际上它拿起来就是比一般的口琴更重，所以这个也是琴友们未来有机会买到这把琴的时候你要注意的。好，那最后这把琴它上面的这种螺丝其实都是一致的螺丝。那我个人非常非常不喜欢一致的螺丝，因为一致的螺丝在大量拆装的时候，你有可能会不小心滑到旁边，那你可能会戳到簧片、戳到胶片，或是甚至刮伤这个盖板，所以你在拆装的时候要非常小心。那其实我有在想如果未来有一天我有机会可以买到像这样非常高级的手工琴，我第一件事情一定是把所有的一致螺丝全部换成10支的螺丝，这样会在我后续的保养上会方便很多。好，那这把琴的体验心得就先到这里，那未来我会再继续修正它一些我觉得不是很满意的地方，那再交送给这个冠斌老师。好，那在影片的最后，我想用这把琴来稍微录制一些片段，那琴友们可以来参考一下这把琴所发出来的音色。